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呢個星期黃金、白銀同埋股市咧繼續跌，石油危機又有壞消息添，可能會出現全球攬炒。我分析黃金、白銀短期仍會繼續跌嘅原因。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截至3月21號當週，經季節性調整之後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增加5000人，達到21萬人，略低於經濟學家先前嘅預測。最近一個禮拜申請人數為21萬，由於裁員人數較低，今年以嚟首次申領失業人數一直維持喺20至23萬嘅區間內。勞工部禮拜四發佈嘅報告亦都顯示，3月中旬申領失業救濟人數為近2年嚟最低嘅水平。然部分下降嘅原因可能係申領人用完領取救濟金嘅資格，因為大多數嘅州份救濟金領取嘅限期為26個禮拜。截至3月28號各項指數嘅印記，道指報45,650點，標指報6,432點，納指報21,169點。黃金報4495美元，白銀報69.87美元，鉑金報1973美元，美匯指數報99.94。喺多種市場嘅因素導致黃金、白銀價格下跌。由於擔心中東局勢升級，油價上漲，投資者擔心全球能源供應中斷，推高咗通脹嘅預期。喺全球衝突期間投資者尋求避險嘅資產，美元因而走強。美元走強使得黃金對國際買家而言更加昂貴。事實上，黃金、白銀短期繼續下跌嘅原因不止咁簡單嘅，大家睇落去就知道㗎啦。首先睇下構成黃金、白銀最近下跌嘅其中一個原因。分析師一直喺度猜測，由於美國、以色列同埋伊朗嘅戰爭影響全球經濟同埋金融市場，各國央行被迫將黃金儲備貨幣化，以獲得緊急嘅流動性。呢個可能加劇咗黃金近期拋售嘅壓力。呢一項嘅猜測正逐漸得到證實啦。彭博社報導，土耳其央行再次動用官方黃金嘅儲備。土耳其官方儲備喺過去2個禮拜內減少咗近59噸。佢正在動用呢啲儲備嚟支撐疲弱嘅里拉。呢個並非土耳其央行首次將其官方儲備貨幣化嘅。喺2023年3月至5月，土耳其就出售咗195噸黃金。當時土耳其正經歷前所未有嘅通貨膨脹，國內對黃金嘅需求導致政府經常帳赤字飆升至歷史嘅新高。為咗降低呢個赤字土耳其央行向民眾出售咗黃金嘅儲備。最近睇到喺3月初波蘭中央銀行行長提出咗一項提案，計劃透過出售該國嘅黃金儲備，籌集高達130億美元，用於將其國防預算翻1倍。另外，俄羅斯25年來開始出售其央行儲備中嘅實體黃金。根據監管數據，2022年至2025年，黃金同埋外匯銷售額超過15兆盧布，約1500億美元。喺2026年前2個月仲出售咗3.5兆盧布，約350億美元。剛喺1月份俄羅斯央行就賣出咗30萬安士黃金，2月份又賣出20萬安士黃金啦。由於軍費開支龐大，俄羅斯嘅預算面臨越嚟越大嘅壓力。政府喺2025年底嘅財政赤字佔 GDP 2.6%，而年初嘅預測為0.5%。經濟學家表示，2025年實際赤字嘅規模可能接近 GDP 嘅3.4%，但根據專家評估，部分原定於12月到期嘅款項延至2026年支付，以減少赤字嘅總額。
轉向實體黃金銷售，表明流動儲備緩衝正在被更直接地消耗。呢個凸顯咗隨着烏克蘭衝突進入第4年，俄羅斯財政狀況面臨日益增加嘅壓力。事實上，各個央行出售現貨黃金並同時通過互換協議同意喺未來購回黃金嘅情況下不少見嘅。呢個實際上係利用貴金屬作抵押品，為佢哋提供廉價嘅美元融資。再睇下另一個構成黃金版短期下跌嘅原因，呢個係大多數人感到困惑嘅問題。由於伊朗戰爭導致油價飆升，引發強制嘅去槓桿化，黃金價格喺3個禮拜下跌咗超過17%。油價劇烈波動，能源成本飆升，戰爭不斷擴大。依照所有傳統嘅指標嚟睇呢個應有利黃金同埋鈀嘅。喺呢個地緣政治風險、通脹壓力、採礦成本上升，咁樣為什麼黃金鈀價格反而下跌呢？答案就係強制性去槓桿化。當油價飆升時大宗商品交易部門嘅保證金壓力就會加劇㗎啦。呢啲能源部位嘅虧損基金需要迅速籌集資金，佢哋會拋售所有能賣嘅東西，而唔係佢哋想賣出嘅東西。黃金流動性強，因此黃金會被拋售啦。呢個並非黃金理論失效嘅信號，而係金融體系正承受巨大壓力嘅信號。喺呢種時刻相關性會崩潰嘅，所有資產、黃金、股票都會同步拋售嘅。戰爭上加上能源衝擊，根本係對黃金有利嘅，但流動性危機發生卻遵循咗不同嘅時間表。我哋喺2020年3月都睇到呢個趨勢，受到新冠疫情恐慌引發嘅全面拋售影響，黃金價格大幅下跌。幾個禮拜後黃金價格開始回升。幾個月後黃金鈀創下歷史嘅新高。真正嘅問題不在於黃金鈀點解會下跌，而係強制拋售結束之後會發生咩事。如果以伊朗戰爭而決定呢個明顯發出黃金拋售嘅信號，因為目前有更多短期投資嘅選擇，佢哋就係石油啦、能源基礎設施同埋地緣政治波動相關選擇權嘅策略。日內交易者同埋機構投資者都會明白呢一點嘅。如果長遠角度嚟睇目前就可能係買入嘅信號。黃金鈀目前正處於暫時低價嘅階段。宏觀驅動因素，美元貶值央行嘅需求同埋去美元化並未改變，甚至可以話有所加強添。如果你有計劃逐步增持呢個黃金咁樣17% 回調係一個機會，而唔係一個威脅。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你俾我支持。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COMEX 嘅黃金同埋鈀總數未平倉嘅合約已跌至10年嚟最低嘅水平。呢個同市場被投機者主導嘅說法係相反嘅，亦都加劇咗每日嘅波動性。咁樣呢個預示着短期嘅價格走勢係點樣呢？當然就目前而言，影響價格嘅唯一因素係地緣政治新聞嘅走向。只要戰爭同埋衝突繼續主導輿論貴金屬嘅價格似乎就會繼續咁受壓嘅。目前普遍嘅睇法就係能源成本上升將導致通貨膨脹、利率上升同埋美元走強。呢啲因素交織在一起，自3個禮拜前戰爭爆發以嚟幾乎每天都引發黃金鈀嘅拋售。最令人震驚就係 COMEX 嘅黃金合約未平倉亦都徹底咁暴跌。就喺1月22號 COMEX 嘅黃金未平倉合約總數仲高達555000份嘅，而到上個禮拜五3月20號未平倉合約量已經下降咗28%至399000份。呢個係自2018年12月14號以嚟嘅最低單日未平倉嘅合約。而 COMEX 鈀未平倉合約嘅暴跌更加令人震驚。喺呢個1月26號
未平倉合約總量咧達到近期高峰嘅161000份，但上個禮拜五咧卻跌至111000份嘅，跌幅高達31%，創下自2012年5月2號以嚟咧最低單日未平倉合約，距離現在咧近14年。自3個禮拜前伊朗戰爭爆發以嚟咧，價格、市場嘅情緒同埋未平倉合約嘅量咧都大幅下滑。上期我都講過，市場咧不再預期降息同埋寬鬆貨幣嘅政策嘅，而係預期加息同埋收緊貨幣政策。咁樣是否預示着咧未來嘅市場將進一步疲弱呢？還是價格已經接近底部呢？我認同咧價格距離底部不遠嘅。因為中東嘅局勢咧有緩和嘅跡象，我預期市場咧都會意識到嘅，聯儲局咧更有可能降息以促進呢個流動性嘅，而唔係呢個加息嚟控制通脹。呢個將提振市場嘅情緒，並推動投機者重返 COMEX 貴金屬嘅市場。咁樣咧，未平倉合約量咧將會增加嘅，價格咧亦隨之上漲啦。當然咧係需要一啲時間先可以達到嘅，但我仍然咧預計金價將喺2026年達到6000美元嘅。喺股災初期後咧，黃金版咧進入大牛市。我最新嘅預測就係黃金咧會升至9919美元，白銀會升至209美元。白銀價格從3月2號峰值97.3美元跌至3月23號嘅低點61.21美元，短短3個禮拜咧就下跌咗37%。呢個係近年白銀價格最劇烈短期嘅跌幅之一。地緣政治新聞嘅劇烈波動，能源價格飆升，美元回升近100關口嘅附近，以及聯儲局出乎意料嘅鷹派政策調整，都同時衝擊咗白銀價格。首先係市場預期聯儲局將喺9月同埋10月2度降息嘅，但呢一個預期咧徹底破滅㗎啦，取而代之係有加息25個基點嘅機會率咧為20%，並推動10年期美國公債殖利率上升4.44%，再加上黃金 ETF 連續9日資金外流以及央行沽金嘅情況，短期市場情緒不容樂觀。但市場咧忽略咗一點嘅，白銀結構性嘅需求咧並未改變。然而，全球製造業活動咧暫時下滑，霍爾木茲海峽嘅衝突咧確實動搖咗市場對各類風險資產普遍嘅偏好。但隨着外交管道嘅活躍，以及能源市場咧開始消化衝突緩和嘅預期，衝突最終咧應該可以解決嘅，都可能成為工業金屬復甦交易嘅催化劑。歷史亦都印證咗呢個觀點嘅。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後咧，隨着海灣地區製造業同埋能源基礎設施支出嘅恢復，白銀價格咧喺6個月內咧就上升咗超過20%。衝突後工業金屬咧迅速反彈，可能係今年最具吸引力嘅交易機會之一。我哋目前咧睇到雙重拋售壓力，仍然係宏觀經濟波動造成嘅，而非基本面惡化。所以白銀可能喺2026年下半年咧係最熱門交易嘅商品。我建議大家持有呢個貴金屬嘅比例咧就係40% 黃金，60% 咧係白銀。現貨金喺今年1月咧曾創下每盎司5598美元嘅歷史新高，但係後勁不繼，喺星期五收市價為4495美元，暴跌超過1100美元。對此，世界黃金協會亞太區主管認為，從歷史走勢嚟睇咧，金價下跌同石油市場出現追加保證金觸發相關強制拋售有關嘅。前面亦提到，最近有啲國家央行咧拋售黃金，亦都係可能引致黃金暴跌有關嘅。中東戰火持續之際，俄羅斯波羅的海2大石油裝運港近日遭受無人機襲擊。自22號起咧，該港口嘅原油燃料出口已經暫停啦。2座港口咧為俄羅斯西北重要能源出口嘅樞紐，係俄羅斯對歐洲市場重要供應嘅通道，合共每日出口約170萬桶嘅石油嘅。
咁目前石油嘅危機咧，相信油價將會升穿100甚至180美元，咁樣咧將會帶嚟嚴重嘅熊市同埋滯脹。到時黃金被視為抵禦經濟動盪同埋美元疲弱嘅避險資產㗎啦，估計價格將大幅上升。我哋正處於一個新時代，我相信世界資產黃金版咧將會重新定價嘅。目前美國經濟急速放緩，美股估值超高，私募信貸市場發垃圾級別嘅債券，財政部又要大舉發債以維持財政狀況。信用卡逾期率超高，消費者信心接近歷史嘅低點。近年通脹越嚟越高，寫字樓空置率急升，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企業裁員不斷，多國戰事仍未解決，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人工智能熱潮 ，OpenAI、Oracle、NVIDIA、CoreWeave 同埋 AMD 互相合作，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呢個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股價估值超高，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爆破之前呢十分相似嘅。所以 AI 泡沫爆破咧係難以避免嘅。市場估計喺2026年呢，市場不再減息嘅。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我哋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相信石油價格將會升穿100美元甚至180美元，將會引發嚴重嘅熊市同埋滯脹。到時黃金咧被視為抵禦經濟動盪同埋美元疲弱嘅避險資產，其價格咧將大幅上升。估計喺2026年美元繼續貶值嘅。石油危機引致通脹，失業率處於高位，滯脹風險為60%。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亦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就會引致滯脹。以上疊加情況之下咧，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甚至滯脹，最有可能咧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最新一期推算整個股災週期黃金版最高同埋最低價。喺股災初期，我預計黃金版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然後黃金版咧就會從低位反彈並進入大牛市。股災初期咧，黃金會跌至3830美元，白銀會跌至42美元，然後進入大牛市喎，黃金會升至9919美元，白銀會升至209美元。如果你持有股票咧，就要注意喎，喺整個股災週期，道指會跌至23721點。不過最後都係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